想象一下，在印度一座古老庙宇的幽暗角落，堆叠着无数片干枯的棕榈叶，每一片上都刻着一个人的名字、出生时间，甚至整个人生轨迹。这些叶子不是普通植物，而是内迪神语，传说有古代圣人用神秘语言写就，早在几千年前就预见了你的到来。今天我们将跟随英国灵媒克雷格·帕克的脚步，揭开这片叶子如何不仅预言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·川普的前世今生，还揭示了地球的未来，甚至救下了一条幼小的生命。这片叶子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命运真的早已注定，还是我们可以改写剧本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的世界，探索答案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故事开始于英国一个普通小镇。克雷格·帕克曾是广告公司的总经理，年薪丰厚，生活富足。他住在一栋舒适的郊区别墅，开着豪车，家庭美满。然而他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能看到别人身上的气场，一种像彩虹般环绕人体的能量光晕。有时他还能感知远方亲人的情绪，比如母亲在厨房摔了一跤，他会莫名感到一阵心悸。这种能力让他既好奇又不安，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小时候，帕克从未接触过灵媒，也不知道通灵是什么。直到20多岁，他遇到了英国最著名的灵媒多丽丝·斯托克斯。这位老太太盯着他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你的妻子会叫简，你们会在某年某月某日相遇。”帕克当时半信半疑，心想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，哪有这么准的事？可几年后，他真的在一次灵性聚会上遇到了简，一位同样拥有通灵能力的女子。两人一见如故，闪电般坠入爱河，并在多丽丝预言的日期那天订婚。帕克回忆，那一刻我感觉像被命运狠狠拍了一下肩膀。难道人生真是一张提前画好的蓝图？从此帕克开始探索灵性世界。他发现，所谓通灵，就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沟通，把他们的信息传递给活人。比如，一个失去母亲的人可能通过通灵得知，母亲的灵魂仍在守护他，只是换了个地方存在。帕克说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扇门，通向另一个维度。这种信息能让人感到安慰，甚至改变对生命的看法。尽管帕克自认为头脑理性，他却一次次被灵界的信息震撼。他曾在通灵会上准确说出陌生人的住址、亲人名字，甚至刚做过的阑尾手术。这些细节连对方自己都忘了，他却说得分毫不差。帕克笑着说，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还能怎么解释？只能承认另一个世界真的存在。最终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，辞去高薪工作，和简一起靠写书、通灵服务为生。他们的生活从富裕变得拮据，有时甚至要精打细算才能买菜。但帕克说，钱少了，但心充实了。我们觉得这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。80年代，一位灵媒预言帕克将通过电脑连接世界。当时互联网还是个新鲜玩意儿，大多数人连电子邮件都没听说过。帕克也觉得这预言像天方夜谭。可到了90年代初，他敏锐抓住机会，创建了一个名叫通灵师与灵媒网络的在线社区。这个平台就像当时的脸书，吸引了全球灵性爱好者。每天数万人涌入他的聊天室，
分享通灵体验，讨论灵魂与宇宙。帕克的网站流量暴涨，广告收入让他和简的生活重新稳定，甚至买了新房。然而，命运总是爱开玩笑。2000年代初，谷歌的一次算法更新，让帕克的网站从每月数百万访问量骤降到几乎为零。一夜之间，他们的收入来源被切断。帕克回忆，我们从衣食无忧到翻沙发缝找硬币，只为了给孩子买一瓶牛奶。那种无助感就像被大公司捏住了命脉。他开始质疑自己，怀疑是否走错了路。就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一个梦改变了这一切。帕克梦见自己坐在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恒河边，周围金光闪耀，空气中弥漫着檀香味。印度圣人塞巴巴缓步走来，眼神深邃，反复问：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这个问题像一记重锤，砸醒了沉睡的帕克。他猛然惊醒，脑海里全是这个疑问：我为什么活着？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价值？帕克曾去印度见过塞巴巴，亲眼目睹他显化的神迹，比如从空气中变出圣灰，或治愈疑难杂症。他说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别人告诉你什么，而是你亲身感受到什么。这个梦让他意识到，命运在召唤他走向更深的旅程。帕克早就听说过印度的纳迪神谕，这些刻在棕榈叶上的古老预言，据说能写下你的父母名字、出生时间、职业轨迹，甚至你这一生的使命。传说这些叶子由古代圣人创作，早在几千年前就遇见了每个来解读的人。帕克心想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如果我能找到属于我的那片叶子，也许就能找到人生的答案。但在2000年代初，网络上关于纳迪神谕的信息少得可怜。帕克查遍资料，只找到零星记载，说这些叶子藏在印度南部的古老庙宇，由受训的解读者守护。正当他迷茫时，印度好友维维克打来电话：“克雷格，我联系到了一位正统的纳迪解读者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”帕克毫不犹豫，决定飞往印度，亲自验证这个命运之夜的真伪。为了防止被骗，帕克和维维克设计了严密的防伪措施。他们用了假名、假邮箱、假 Zoom 账号，连帕克的长相都对解读者保密。唯一提供的信息是帕克的右手拇指指纹。纳迪神谕的机制听起来像科幻电影，解读者仅凭指纹就能从数千片棕榈叶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片。每片叶子用古泰米尔文刻写，记录着一个人的完整命运。Zoom 连线开始，解读者拿出一捆棕榈叶，逐一翻阅：“你是做金属进出口的。”帕克摇头。“你的名字以 C 开头 ，C-R 还是 H？” 帕克皱眉，心想，这不会又是江湖骗术吧？但接下来，解读者的话让他瞬间石化：“你的第一任妻子叫蒂娜，现在的妻子叫简。你的父亲叫唐纳德，第一份工作在税务局。你的母亲有2个名字，艾瑟尔和薇琪。”帕克的瞳孔猛然放大。这些信息从未公开，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。解读者继续：“你的名字是 Craig， 出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，时间精确到分钟，完全正确。”帕克整个人像被雷击中，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。他说：“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被彻底看穿了。他们不仅知道我的过去，还告诉我，我来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。”纳迪神谕不仅揭示了帕克的生平，还点明他此生的任务：
预言未来世界的变局，并帮助人类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。帕克走出房间，和简分享时，依然沉浸在震撼中，泪水在眼眶打转。他说，这就像有人几千年前就为我写好了剧本，只等我来翻开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帕克和解读者还找到了属于唐纳德·川普的纳迪神谕。这片叶子没有把川普描绘成圣人或完美之人，而是揭示了他复杂的前世。他曾是印度一位地位崇高的湿婆祭司，灵性修养极高，深受信徒敬仰。但后来他堕落了，偷窃庙宇的财宝，沉迷酒色，把金钱凌驾于信仰之上。这段黑历史让川普的形象更加立体，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标签。然而，神谕指出，川普当年的灵性光芒并未完全熄灭，只是沉睡在他体内。只要他愿意觉醒，那股能量仍能引领他走向转化。神谕还预言，川普在总统任期后会开始寻求灵性慰藉，进入灵魂转化的新阶段。基于这片叶子，帕克大胆预测，川普不仅会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，还将在2024年再次当选。当时几乎没人看好川普，媒体甚至嘲笑他是政治笑话。但帕克坚信神谕，公开预言川普的胜利。2016年，川普当选，帕克一战成名。2024年，川普再次胜选，帕克的预言又一次应验。更惊人的是，帕克曾公开预言，川普将遭遇一次刺杀未遂，会流血，但不会死。2024年，子弹擦过川普耳朵的那一刻，帕克的预言精准兑现。帕克说，那次事件是川普的转折点。人在生死边缘，往往会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。他并不认为川普是完美的圣人，但相信川普的个性与经历，使他成为这个混乱时代的工具人，推动世界走向某种重建。纳迪神谕不仅揭示个人命运，还预言了人类的未来。帕克结识了纳迪研究大师金普，一位研究神谕40年的传奇人物。金带他接触到一种更神秘的活神谕系统，一片空白的棕榈叶，在解读者诵读特定咒语后，会浮现出光文字，像手机屏幕亮起般显示答案。这些叶子据信来自冰河时代前的古文明，历史超过1万年，可能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记录。这些神谕警告，人类正站在一个伟大转折点上，即将从黑暗时代迈向光明时代。但转变不会一帆风顺。神谕提到一场气体云灾难将在未来席卷全球，可能与气候异常或未知的宇宙现象有关。帕克被赋予使命，帮助人们应对。还有一份神谕预言，一颗巨型陨石将在未来穿过地球与月球之间，虽不至于撞毁地球，但足以引发全球通信中断、经济动荡。帕克说，这些预言不是吓唬人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宇宙在用古老的方式警告我们，大变革正在来临。神谕还提到，人类的集体意识正在觉醒，科技、灵性、环境将交织成新的格局。帕克相信，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更平衡、更和谐的世界，但他也强调，转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。神谕只是路标，路还得我们自己走。纳迪神谕不仅能预言，还能改写命运。帕克的外孙达米安3岁时突发抽搐，被确诊为1型糖尿病，医生说孩子可能活不过5岁。全家陷入绝望，帕克紧急向神谕求助，仅提供了一个简单请求。神谕的回应令人震惊，叶子浮现出糖尿病3个字，警告如不采取行动，
孩子将夭折。但神谕也指出，你将遇见一位圣人，他无法直接治愈，却能解除孩子的因果业力，让他活出完整人生。此人就在你身边。几分钟后，帕克的手机屏幕自动跳出一张照片，沙拉瓦纳·巴巴，一位他们曾拜访过的印度圣者。帕克立刻联系对方，得知巴巴正在伦敦，且在等他们。尽管当天暴雪封路，他们仍决定驱车前往。奇迹发生了，高速公路畅通无阻，仿佛风暴为他们让路。见到巴巴后，他直接问：“孩子在哪？”随后进入通灵状态，手中凭空出现一撮姜黄粉，嘱咐让达米安吃下。帕克回忆，那一刻我感觉时间都静止了。从那以后，达米安的病情稳定，健康成长，命运被彻底改写。帕克说，神谕救了我的外孙，也让我相信命运可以被预知，甚至被改变。为了完成神谕指引的业力修复，帕克进行了多项善行。他在印度特定神庙祭祀，为穷人送牛，喂养残障儿童，甚至为农民捐助农具。他还曾在英国误入一座神秘庙宇，庙里供奉着湿婆神像，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能量。事后他再也找不到那座庙，仿佛他只为他短暂显现。在印度拍摄纪录片《神秘的印度之旅》时，帕克亲手为贫民分发食物，把牛送给贫困老人。他说，当我把牛交给一位老人，看到他眼里的泪光，我第一次明白了给予的意义。那不是积功德，而是灵魂的觉醒。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，自己的使命不仅是自我觉醒，还要唤醒他人，成为神圣力量的一部分。纳迪神谕还揭示了帕克的前世。他曾是古印度一位性格刚烈的湿婆信徒，脾气火爆，甚至会把不敬神庙的人赶出去。帕克笑称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年轻时确实火气大，开车遇到堵车都能气炸。另一次解读显示，他曾是古罗马的财政大臣，管理帝国金库，这与他反复梦见罗马澡堂的场景惊人吻合。还有一次，他被指出曾是女性圣人，致力于救助穷人。这些前世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灵魂画卷，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深远。帕克说，纳迪神谕让我明白，我们的灵魂在生生世世中旅行，每一世都在学习成长。这一世的你可能只是漫长旅程中的一站。他开始思考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逐名利，而在于发现自己对宇宙的独特贡献。那片看似沉默的棕榈叶，藏着灵魂穿越时空的回响，等待每一个准备好倾听的人。它提醒我们，世界比我们看到的更辽阔，人生比这一世更深远。帕克的故事不仅关于他自己，也关于我们每个人。你是否也曾疑惑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的使命是什么？或许答案早已写在某片古老的叶子上，只等你去寻找。